龙国2500年，八国联军发起神兽入侵大战，各国所召唤之神兽在龙国国境肆意破坏，战火燎原，致使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我这是穿越了？刚才还在熬夜干《山海经图鉴》，一眨眼就穿越到异世界了。检测到宿主意识苏醒，神兽召唤系统已绑定本世界为神兽文明主导的平行世界，各国可召唤本国神话中的神兽作战。我穿越的这个世界，各国都拥有召唤神兽的能力，以神兽的实力强弱来重新衡量各个国家的实力。唯独龙国因神话传承断层，根本无法召唤神兽，只能召唤一些普通野兽。八国借机发动神兽大战，龙国的召唤野兽打不过神兽，科技武器更是对神兽无效，被八国联军一路打到京都边缘。龙国的人听好了，是最后通牒。我们八国将发起8场神兽擂台战，只要你们能赢下任何一场，立刻退兵。但要是输了，你们龙国人都将成为我们八国神兽的口粮，你们的家园和土地也将沦为我们八国神兽的游乐场。长官，我们明知道我们龙国召唤不出神兽，分明是想在灭掉龙国之前再羞辱我们一番。就算接受挑战，也只有被吊打的份儿啊！我知道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。龙国会一直战斗到底，绝不投降。我们接受挑战。我操！八国联军又打到家门口了。这个世界的神话断层了，可我的所在世界，华夏神兽随便拎一个都能吊打这群歪瓜裂枣。我绝不可能看着这一世的八国联军再度践踏龙国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了。是赵铁山，他可是我们龙国第一召唤师啊！是啊，有他在，哪怕不能召唤神兽，我们龙国还是有机会赢下一局的。以血为气，以魂为引，召唤东北虎。神兽东北虎凯化等级2级。区 A 级野兽也配与我 S 级西方龙对战，撕碎它！不对，没那么简单。不可能！A 级东北虎已经是龙国最强召唤兽，现在连他都输了，我们龙国还能拿什么对抗这些 S 级以上的神兽？一旦让这些残暴的神兽踏入龙国土地，咱们就得亡国灭种啊！如今这些神兽连核弹都不怕，根本无法消灭。这就是龙国的底蕴，连我们凯撒国神兽西方龙的一招都撑不住，哼，太可笑了！你们龙国不是号称上下5000年的古国吗？怎么连一头像样的神兽都召唤不出来？真是让人笑掉大牙！你们所谓的5000年文化是从我们高丽国偷走的，今天要全部给我还回来！要我说，你们根本没有赢的希望，这擂台也不用打了。八国神兽一起出手，踏平龙国，将这群劣等民族彻底消灭！踏平龙国！踏平龙国！踏平龙国！谁说我龙国输了？
这不是胡闹吗？快下去！高中生，是林动，我们班那个召唤理论课的吊车尾。完了，他连召唤法阵都画不全，连一只猫都召唤不出来，说是直接上去送死吗？前线怎么回事？谁放学生上去的？立刻把他带下来！指挥官，擂台机键已经开启，我们没办法进去了。胡闹！这是生死擂台，不是学校操场。这一战是决定我龙国命运的生死之战呐！龙国已经沦落到要派学生娃娃来求饶了吗？诸位，你们见过这么可笑的事情吗？听说龙国召唤师都很垃圾，没想到竟然连这种废物都能看上。看来说他们是垃圾，都已经是低估了。或许这小子是来自荐为奴的。喂，小子，现在跪下磕头，说不定我还能留你一条贱命。笑够了！你们以为靠着几头长了翅膀的蜥蜴，多了几个头的狗，以及杂交的鸟兽，就能在我国国土上耀武扬威？小子，这口舌之快救不了龙国，不想死就赶紧投降。口舌之快？哼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罢了。泱泱华夏，历经万载，神话长河浩瀚如星海，你们所见的断层，不过是尘埃掩埋了宝库。今日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神兽。系统，启动神话图鉴检索。首战该请哪只华夏神兽出来镇镇场子呢？哼，就你了，代表我华夏图腾的神兽。龙国这种连神话都断层了的文明，也配让我们见识神兽？龙国人没文化，连东北虎都能拿来当神兽用，只有我们西方龙才有资格称之为神兽才对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我们凯撒帝国这头暗影魔龙，乃是吞噬了3条同族，历经上千场血战杀戮，才进化的 S 级巅峰神兽。在西方龙族谱系中，它血统尊贵，战力无双，随便吐一口火焰都能轻易覆灭你们一座城池。你一个连召唤师都不是的学生，知道个屁！血统，吞噬同族，杀戮进化，哼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尊贵。看看他，鳞片漆黑如污血，眼中只有暴虐与贪婪，周身散发着硫磺与死亡的气息，这也能被称之为龙？在我龙国的传承之中，真正的龙乃是灵虫之长，能幽能明，变化无穷，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潜渊。他们是祥瑞的化身，行云布雨，福泽苍生。他们是威严的象征，守护一方，镇守国域。他们更是我们民族延续千年的精神图腾，代表着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魂魄。而你们这些浑身散发着腥臭味，只知破坏与掠夺，模样畸形的怪物，也配玷污龙之名号。在我华夏真龙面前，你们连提鞋都不配。祥瑞、图腾，这些词为什么我听着心都在颤？这些是真正失落的神话知识吗？他一个普通学生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狂妄至极！一个连召唤兽都没有的废物，也敢在这里评判神兽的尊卑强弱，找死！凯撒君，你跟他废话什么？直接让暗影魔龙踩死这只聒噪的虫子！看来龙国人是真的疯了，
派个疯子来拖延时间，你们亡国已经是注定的事情，现在越嚣张跋扈，待会儿就死得越凄惨。系统检索完成了吗？首战要开始了。根据当前敌人属性及震慑需求，已锁定最佳目标神话图鉴神龙序列，召唤条件符合，是否启动召唤仪式？就是现在，启动召唤！剿抗敌防新尾机，东方苍龙七速显，以武之名换五族之灵，开！这就是龙国最后的希望。他们派出的天才召唤师耗尽力气撕开天空，就为了召唤一枚蛋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！这蛋看起来倒是挺大，煮了吃不知道味道如何，够不够我们联军一人分一口啊？或许这就是龙国传说中的神兽，需要孵化10000年那种。可惜你们龙国没有10000年了，连1天都没有啦！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警卫队，等结界一开，立刻把那小子给我抓起来！我们竟然还对这种垃圾水货抱有期待！他在耍我们，他在拿国家的存亡开玩笑！骗子，小丑，滚下来！你不配站在上面！我们都快要亡国灭种了，你还在这里玩召唤游戏？你的蛋能挡住西方龙的火焰吗？系统，怎么回事？说好的神龙呢？怎么是颗蛋？至高神兽太过强大，无法直接降临，需以卵生形式重新孕育。适应此届规则，当前孕育进度30%。30%，这个进度有点慢了。龙国都快灭了，这蛋得孵到什么时候？看到了吗？龙国的底牌就是一枚可笑的蛋。我看这擂台也不用打了。别说出动神兽，这玩意儿上去踩一脚，只怕就要碎掉。龙国彻底完蛋了！联军的士兵们准备进攻。等一下，胜负还未分，我的神兽尚未真正降临，它需要一点时间。系统当前进度40%。需要时间？小子，这可是国战擂台，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的过家家吗？8国联军的神兽已经饥渴难耐，谁有时间等你孵蛋？暗翼国龙，清场，先碾碎那枚可笑的蛋，再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给我烧成灰烬！45%、47%，还不够，需要更多时间。指挥官，请相信我，再多一点时间，我们的神兽即将孕育，请为我争取片刻时间，这也是为了龙国。指挥官，您别信他的话，那个蛋根本就是个笑话，怎么可能孕育神兽？没错，我们不能任由他继续胡来了。行了，先贤所有龙国将士听令，我是最高指挥官。现在我命令你们保护擂台上那名少年以及他召唤之物，不惜一切代价拖延时间。
我知道你们可能怀疑，可能觉得荒谬，但此刻这不是相信一个学生的问题，这是履行我们龙国军人誓言的时刻。我们的职责就是保卫龙国的每一寸土地，守护龙国的每一个人民，哪怕只有1/1000的机会，哪怕要用我们的血肉去争取那一点点时间，龙国军人义不容辞。全体都有，听指挥官命令。八国的杂碎们听着，只要有我们龙国军人在，你们就休想伤害我们的子民，侵占我们的土地。想动他，先踏过我们的尸体。60%，62%。再快些！听到了吗？这群连神兽都没有的蝼蚁，在威胁我们，威胁八国联军，威胁 S 级神兽暗影魔龙。哼，龙国现在就是砧板上的鱼肉，任我们宰割。你们这些残兵败将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逞英雄？凯撒阁下，看来不够流血，这些龙国人是不会彻底死心的。好，很好，我就喜欢看你们垂死挣扎的样子。今天我就偏要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，先杀了这个满嘴胡言的小子，再碾碎这枚破蛋。暗影魔龙，动手！稳住！开火！系统，快呀！受到强烈战役与守护信念影响，孕育进度加速。当前进度69%、73%。看到了，这就是反抗的下场。蝼蚁，只有被神兽践踏的份儿。兄弟们，看来今天咱们要在这擂台上兑现我们的诺言了。你们，等等，还有我们，我危在旦夕，匹夫上有责。何况我等召唤师，纵然我们无法召唤神兽，也要尽全力抵挡敌人，守卫国土，护我国土，为我同胞，死战不休，死战不休！不能投降，跟这群强盗拼了！我们龙国人宁愿亡国灭种，也绝不投降。孩子们，记住今天，记住守护我们的这些战士。一群不知死活的贱民，既然你们非要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暗影魔龙，释放深渊龙息，把擂台上所有龙国的渣子，连同那枚破弹一起化为灰烬。龙国绝不屈辱求和，绝不割地赔款，不降！当前进度92%。绝不跪着投降！绝不跪着投降，那就带着你们可笑的口号下地狱去吧！暗影魔龙发射！检测到强烈守护信念，神龙越狱加速，进度快速飙升，100%越狱完成。就是现在，华夏神龙苏醒吧！何方孽畜，安敢伤吾华夏子孙！
哇，这就是我们龙国的神兽吗？它所散发出的气息浩瀚无垠，纯正温暖，与西方龙那充满流亡与死亡的暴力威压截然不同。是啊，这股气息如同春风化雨，给我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心与亲切。装神弄鬼，不过是一条长得奇怪点的四脚蛇，身上抹了点金粉，就敢冒充神兽，笑话！就是，体型还没暗影魔龙一半大，看起来瘦瘦长长的，中看不中用。龙国也就这点伎俩了，弄个华丽的幻象出来吓唬人，可惜在真正的力量面前，幻象一戳就破。这就是龙，我们龙国真正的守护神。太像了，跟我小时候爷爷画的年画上的龙一模一样，不，比年画上的更真，更有灵性。孩子们看到了吗？那不是怪物，那是祥瑞，是我们千年文明的图腾。我错了。林东同学召唤的这真的神兽，是我们龙国的神兽。听到了吗，凯撒？还有你们这些自诩文明，实则充满偏见的侵略者。你们嘲笑神龙，蔑称它为四脚蛇，是你们狭隘的认知，根本无法理解龙为何物。我们华夏的龙，从来不仅仅是拥有强大力量的神兽，它是行云布雨、润泽万物的自然之力，它是守护社稷、安定四方的祥瑞象征，它更是镌刻在我们血脉中，传承了数千年的文明图腾。它代表着自强不息，代表着厚德载物，代表着我们民族虽经历磨难，却始终屹立不倒的魂魄。而你们崇拜的所谓龙是什么？是吞噬同族境界的残忍，是吞吐火焰毁灭的暴虐，是掠夺他国资源的贪婪化身。这些怪物不过是你们侵略、杀戮、占有欲望的实体投射，一条传承着文明与希望，一条充斥着野蛮与欲望。现在你们告诉我，谁才配称为龙？谁才是应该被唾弃的怪物？大贱嘴利的小子！神兽对决靠的是力量，不是嘴皮子。哼，什么样的国度就会召唤什么样的神兽。今天的战争是神兽之战，却也是国运文明之战。我相信，邪不压正，正义必胜。够了！我绝不相信这条弱小浮夸的金色长爪能敌得过身经百战的暗影魔龙。暗影魔龙！让全世界都看清楚，什么才是真正无敌的力量，什么才是让万物站立的绝对强大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撕碎那条四脚长虫！哼，让龙国人在我们绝对的力量下投降吧！小心啊，华夏神龙，一定要赢啊！我们与神龙与龙国共进退。神龙，接下来交给你了。去死吧，说出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反抗的下场。什么狗屁神龙，还是得给我灰飞烟灭！
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暗影魔龙的最强攻击，怎么会连他的皮都没擦破？真正的文明神兽，又岂会被凶恶怪兽所伤？聒噪！这是秒杀？不，这已经超越了秒杀的范畴，是绝对意义上的碾压呀！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什么狗屁 S 级西方龙，在咱们神龙面前就是一张纸！神龙万岁，龙国万岁！通告全国，第一场神兽擂台战，我龙国胜！我没看错吧？暗影魔龙被一下拍成渣了。那究竟是什么东西？龙国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？情报严重失误，龙国的神话传承根本没有断层，他们隐藏的太深了。各位代表，现在不是慌乱的时候，我们还有7国，还有无数神兽，擂台战有足足8场，但他们只赢了其中1场，根本就算不得数。擂台战继续。喂，说好的我们赢一局你们就退兵，这也太耍赖了吧！就是，没有一点公平可言。哼，公平？我们8国联军说的话就是公平。你们如果不想出战，就当做是认输，我们的神兽马上就会踏平你们的国土。哼，凯撒那个蠢货太过轻敌，葬送了自己。接下来该让真正有实力的国家出手了。凯撒桑，他太过依赖那头蠢龙的蛮力，落得如此下场，真是令人遗憾。宫本桑，接下来就交给您了。有我在，龙国神兽不值一提，就让我亲手磨去龙国这最后一点不切实际的希望。第2场神兽大战由我樱花帝国出征。樱花国是那群当年入侵我龙国的畜生，几10年前的血债还没还清，今天又想来逞凶，该死的倭贼，滚出去！就是他们，当年就是他们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我这条胳膊都是被樱花国的畜生砍下来的。全体冷静，我们的战斗还未结束。来得正好，我龙国从未忘记你们曾带给我们的伤害。既然你们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借着这场神兽大战，新仇旧恨，一并清算。神龙尊上，此国与我华夏有血海世仇，今日竟为国扬威，为死难先辈雪耻！
召唤出这个神兽，算你有点本事。但你以为神兽对决是单打独斗的过家家游戏吗？我樱花帝国的召唤术比凯旋帝国强10倍，而我宫本武藏是帝国100年来最强的9神兽使者。不错，宫本阁下的9大神兽，每一只都拥有独特而强大的能力，配合起来，足以绞杀任何单一神兽。中国人，别以为赢了一场就能翻天，在决战的数量面前，质量优势会被碾得粉碎。宫本武藏，让龙国人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神兽力量。林动，对方一突一多欺少，擂台战讲究公平，我方要求单挑对决。单挑？战场上只有胜败，哪来迂腐的公平？你们龙国人当年就是太讲究这些无用的斗赢，才会一败涂地。现在还是这么愚蠢。以吾之血换九幽之灵，降临吧，守卫帝国的9大尾兽！神兽，而且都是 S 级。看到了吗，龙国人，这才是我樱花帝国之际的力量。九兽齐出，神魔战斗。就算你这华夏神龙能打败暗影魔龙，今日也注定要死在这里。宫本这疯子，居然一上来就动用全部底牌。不过也好，趁此机会绞杀这条神龙，绝不能让它继续存在。没错，神龙太强了，哪怕拼掉宫本的9只神兽，只要换掉它，我们侵占龙国的计划不能受阻。传令下去，所有联军神兽做好准备，一旦神龙落在下风，立刻全军突击，将其格杀。擂台规则，在胜利面前，什么都不是。宫本武藏，擂台战讲究公平对决，你一次性召唤9只神兽，这就是你们樱花国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吗？空气，弱者才整天把公平挂在嘴边，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只要能赢，手段重要吗？我们8国联军远征至此，是征服，是进化，不是陪你们玩什么1对1的决斗游戏。龙国人认清现实吧，你们只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现在就跪地投降，奉上国土资源，所有龙国人世代为奴，做你们神兽的口粮；第二，继续这场毫无意义的战斗，然后你们所谓的神龙将会被我樱花9尾兽撕成碎片。没错，要么降，要么死，赶紧选。我看他们是被吓傻了吧，连话都不会说了。早点投降，还能少吃点苦头。哼，你们这些强盗联军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？论打群架，我泱泱华夏，神话谱系浩如烟海，神兽族群多如繁星。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在我龙国土地上炫耀数量了？
动，不要冲动。他们联合起来的战力，绝不是简单的9支 S 级相加。贸然对攻，神龙恐怕会吃亏。指挥官放心，他们懂得联合阵法。难道我华夏镇守四方的圣灵就不懂吗？东方青龙已现，当请其余3方圣尊降临。一南方朱雀，西方白虎，北方玄武。此时不现，更待何时？看，这就是我华夏镇守4级，护佑8方的圣兽。还有神兽，我们还有神兽，还有神兽，我们还有神兽，还有神兽，我们还有神兽。四方守护神，听着就很厉害呀！这就是你们龙国镇守4方的圣兽。雷动，你是专门来搞笑的吧？这里是神兽擂台，不是他妈的萌宠动物园。哎呦，我不行了啊！这就是龙国的底蕴，我家的秋田犬都比他们个头大。看来龙国不仅神话断层，连审美和常识都断层了。拿宠物当神兽，你们是来偷强卖萌的吧？怎么会这样？完了，彻底完了！这种小不点怎么可能赢下神兽大战？难道天要亡我龙国吗？系统，怎么回事啊？说好的直接降临部分力量化身呢？警告：检测到当前世界对4圣兽信仰极度稀薄，几乎为零。神龙因宿主强烈意志，龙国图腾共鸣，方才得以快速孕育成年体力量。信仰，这就是相信的力量。这是来擂台上逗猫遛狗来了，让他玩吧，反正龙国就要灭亡了，就当是我们8国联军最后的仁慈。我的同胞们，我想请你们暂时放下疑虑，都听我说，在我们失落的华夏传说中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并非天生就拥有移山填海之力的怪物，他们镇守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4方，
更是我华夏民族精神世界的4极。他们的力量，从来不只是尖牙利爪、喷火吐水，他们的强大源于被守护者的信任，源于每一个龙国人绝不屈服的信念。看看我们龙国人的历史，每当我们民族面临危亡，总有英雄豪杰挺身而出。他们或许没有神兽之力，但他们有脊梁，有热血，有守护家园的绝死意志。这些圣兽的传说，本质上就是那些撑起民族脊梁的先烈英魂。我们的祖宗不会骗我们，我相信那些守护我们的英灵魂灵还在。孩子们，相信我们自己，相信我们的文明，相信那些为了我们今天能站在这里而付出一切的先辈。全军将士，全国同胞，将你们的信念汇聚起来，传递给我们的圣兽。薪火永存，圣兽佑我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些垃圾的力量正在快速增长，比之前强大了10000倍不止。圣兽显灵了，江城说的是真的，我们的信念帮助他们突破了。宫本阁下，对面的圣兽在快速变强，不能让他们成长起来，我们得赶紧出手。哼，没想到，居然真的能让他们恢复部分力量。哼，信仰之力，不值一提。九尾众，不必保留，直接动用杀招。给我把这片区域的华夏蝼蚁彻底从地图上抹去！对，凯撒就是太迂腐，给了他们喘息的时间，杀了神兽，灭了他们的希望，看他们还怎么信仰！哼。另外，擂台协议作废，各国联军一起出手。我九尾兽发动总攻之时，就是你们全军突击之刻。橙色神兽被牵制，一举攻破龙国防线，杀入腹地。今日就要让龙国血流成河，彻底出名。你们竟敢撕毁协议，攻击平民！全军进入最高战备状态，誓死守卫国土！小鬼子就是小鬼子。不管在哪个时空，都是一样的卑鄙无耻。哼，只可惜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阴谋都是笑话。
四灵守护大阵起！什么防御阵法，连我的杀招都能挡下来，这怎么可能？四灵阵四方，结界护神州，此阵不破，尔等蛮夷，休想伤我龙国一寸土地，害我龙国一个子民！该死的龙国人，9大为首，给我全力出手，破了他们的防御阵！所谓9大尾兽，不过只是一群和樱花国人一样凶残冷血的野蛮怪兽，在真正的祥瑞圣兽面前，不堪一击。是吗，龙国人，你别高兴得太早了。9尾中融合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灭世之力，10尾降临。10尾是传说中的10尾，嘿嘿嘿嘿，9只尾兽融合成了3S 级，这次龙国真要完了！3S 级，这可是超越所有神兽的存在呀！这怎么打？根本没得打了！看到了吗？这才是我樱花国的终极力量！10尾，给我灭了他们！井底之蛙也敢妄谈终极？四灵圣尊听吾祈愿，天地正气汇聚吾身，以守护之名，以文明为基，4象归位，圣兽合体。不可能！你强行融合的这4只2级召唤兽，根基绝对不稳，而且10尾是老牌3S级，你们刚合成，不愧是虚有其表，根本没有完全掌握它的力量。愚蠢！10尾达到3S级，是因为它的上限只有3S级，而4圣兽融合所化的先天圣灵达到3S级，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等级划分最高只有3S级。我不信，10尾，杀了他！赢了！我们又赢了！江辰召唤出来的4圣兽简直无敌！祖宗保佑，上古神兽显灵了！10尾输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安静！
面对龙国2战2败，确实出乎意料。但诸位别忘了，我们8国联军远征至此，岂能因2场失利就动摇根本？可是卡特阁下，那4只圣兽太强了，3S 级的10尾都能被秒杀。我们召唤的神兽加起来，恐怕都敌不过这4灵圣兽的1巴掌啊！慌什么？中国人的4灵圣兽确实很强，但他们接下来可没法出场。根据国际神兽擂台战时公约第7条补充条款，已出战并获胜的神兽在同一场国战擂台赛中不得重复出战，这是为了保障对决的公平性与多样性。什么？还有这种条款？指挥官，确实有这回事。去年他们趁我们忙于应对灾害，没有参加国际召唤师大会时，强行通过霸王条款。我们后来提出抗议，但被驳回。这帮异族蛮夷，还真是无耻到了骨子里。哼，怎么想违约？那就别怪我们8国联军直接发动全面战争了。我们8国联军的神兽无穷无尽，一旦发动全面战争，你们的4圣兽也挡不住。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，是继续战斗，还是投降？哼，我就不信你们能召唤出比这更强大的神兽。我龙国人从来只有血战到底，没有跪下投降的习惯。江神，4灵圣兽没办法出战了，你确定还有胜算吗？我华夏文明悠悠5000年，又何止4灵圣兽？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好，就等你这句话。最后一战，天空、海洋、陆地3个战场同时进行，谁的巨兽还能屹立不倒，谁就是最后赢家。什么？3场同时打，这怎么打？这不是要选出3只巨兽才有办法出战？咱们龙国的历史上有巨兽的传说吗？我们的传说里似乎没有任何巨型神兽的记载。之前的4灵圣兽已经是巨兽的天花板了。接下来，我将请出我们8国联军一直未曾动用的终极巨兽。龙国人，准备好在巨兽的威压下颤抖臣服吧！以诸神黄昏之名唤尘世巨蟒耶梦加德，以深渊契约之名唤混沌海兽利维坦，以末日预言之谜召灭世魔狼芬里尔。哈哈哈！看到了吗，龙国人？这才是真正的灭世之力。这3头巨兽随便哪一头打个喷嚏，都能让你们龙国灰飞烟灭。就算你们的4圣兽还能出战，也注定要被碾成碎片。这一战，龙国灭定了。3头这种级别的巨兽，大到遮天蔽日啊！人类奶和他们一比，简直跟蝼蚁一样，我们还怎么打？终于来了点像样的对手，不过比巨兽，我华夏从没怕过谁。龙国的渣子们，看清楚了吗？这才是神兽文明应有的巅峰姿态。巨兽就是屹立于生命顶点，站在食物链最上方的神灵。凡人面对他们，除了颤抖和求饶，没有选择的余地。现在，我代表8国联军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。第一，所有人立刻跪下；
向3大巨兽宣誓效忠，成为奴隶。第二，龙国国土彻底划归联军共管，成为8国的共同租界。第三，每年向3大巨兽献祭100万人，作为血食。只要答应这3个条件，我们立刻退兵，保留你们龙国的国土，让你们像狗一样苟延残喘。放你娘的狗屁！这样的条件我们绝不答应，宁死不降。我们绝不做奴隶。我龙国上下5000年，何曾向外族跪过？何曾用同胞的性命换取苟活？我们的脊梁绝不会对你们这些侵略者弯下。脊梁？哼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你们的脊梁就像蚂蚁在大象面前挣扎，渺小脆弱，只有被踩碎的份儿。就算你们不肯投降，可你们龙国神话里有这种级别的巨兽吗？哼，龙国的神话都是死灵圣兽这些东西，软绵绵的，哪有什么毁天灭地的巨兽？他们连巨兽的概念都没有。我们有没有巨兽的记载？指挥官，我们的文明断层了，典籍上完全没有提过这种破坏力的巨兽。没有巨兽，就只有投降这一个选择，否则就等着灭亡吧。哼，谁说我龙国无巨兽？林动，不要逞强！这3头巨兽的力量比刚才的10位还要恐怖10倍。我们若没有能应对的巨兽，这一战只怕凶多吉少。指挥官，各位同胞，我华夏神话浩瀚如星海，你们所知的不过是沧海一粟。我们不仅有巨兽，还能碾压。碾压，小子，你是失心疯了吧？吹牛也要有个限度。你们龙国4圣兽确实强，但这已经是你们的极限了。哼，故弄玄虚，我赌他根本召唤不出来任何东西。系统准备召唤，我会让你们所有人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巨兽。怎么回事？他又在搞什么鬼？难道龙国神话真有什么强大巨兽？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装神弄鬼，又是这种需要时间的召唤。龙国人就只会这一套吗？没错，他根本召唤不出食物。4圣兽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，这一定是幻象，是拖延时间的把戏。什么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？笑话！宇宙中哪有这种横跨几千里的生物啊？现编的神话吧？龙国人最擅长造假了。同袍们，你们是否觉得这描述太过虚幻，太过不可思议？那我便讲讲这鲲鹏的传说出自何处。它源自一位名为庄子的先贤所著的《逍遥游》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，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，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鲲鹏不是杀戮的巨兽，而是逍遥的象征，是挣脱天地局限的至高意境。它的大不是用来破坏，而是用来背负。
绝云气，覆青天，这是何等的气魄！孩子们，听到了吗？这是我们的祖先最瑰丽的想象。够了，真是无聊的幻想！耶梦加德、利维坦、芬里尔，展现你们真正的力量，让这些该死的龙国人感受一下什么是绝望！你们的鲲鹏能挡住这灭世之灾吗？你们的国家，甚至这个世界，都要为你们的愚蠢陪葬！这根本不是神兽对决，这些巨兽是要毁灭一切呀！难道我们真的要亡国灭种了？龙国人，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，跪下为奴，或者和你们的国家一起化为宇宙中的尘埃。林动，我想你们搞错了一件事。我龙国儿女的膝盖跪天跪地跪父母祖宗，唯独不跪强盗，不跪刽子手，更不跪你们这些畸形丑陋的怪物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那就送你们下地狱去吧！召唤完成，鲲鹏降临。林动，这就是你们龙国的巨兽，在哪儿呢？啊，除了一个影子，还有什么？哼，皇帝的新衣，绝对是皇帝的新衣。龙国人最喜欢玩这种虚的，什么狗屁巨兽，根本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可能人家的巨兽太逍遥了，逍遥到我们都看不见呐。林东同学，那到底是什么？真的是巨兽吗？看来龙国人是真的黔驴技穷了，弄个投影来吓唬人，可笑！不用管那个幻影，直接踏平龙国阵地。井底之蛙何以窥天？你们看不见，是因为它太大了，大到你们无法想象。我龙国的巨兽早已降临，诸位，抬头看9天之外。啊，这不可能！现在看到了吗？该死！3大巨兽甚至不敢出场战斗，这鲲鹏的威压如此强大吗？
第3局胜负已分，你们的巨兽甚至连战斗的勇气都没有。8国联军，你们可以滚了。胜负已分？哼，放屁！你们龙国的巨兽确实大得离谱，但那又怎样？它能在陆地上战斗吗？不错，战斗还没结束，打都没打呢。你们龙国根本没有自称赢家的资格。那3只巨兽退缩了不要紧，我樱花帝国还有一只堪称灭世级别的巨兽，就让它来灭了你们龙国，以樱花之血为引，响应毁灭的呼唤，哥斯拉降临！看到了吗？这可是无人能敌的终极巨兽哥斯拉，这才是我们的巨兽杀手锏。不好，是哥斯拉！这个怪物能通过吞噬核能量，从而无限进化，力量可以无穷无尽的增长。哼，不过是一只变异的畸形怪物，就算再怎么无限进化，也改变不了它丑陋卑劣的事实。是吗？当你们真正见识到哥斯拉的力量之后，就不会这么嘴硬了。发射核弹，喂饱哥斯拉，让它直接进化到顶点。遵命，马上发射连区所有核弹。哥斯拉的红莲形态，才是真正的灭世之力，相当于100个太阳。一旦完全释放，别说你们的巨兽，就连龙国这片土地，都会从星球上彻底抹去。系统，鲲鹏能应对哥斯拉吗？警告：鲲鹏乃逍遥之兽，并非战斗神兽。不善与这种能量体怪兽近身缠斗，建议更换应对召唤兽。收回鲲鹏。哈哈哈哈！他怕了，他把那个大家伙收回去了。林动，现在跪地求饶还来得及，献出你们的国土和人民作为哥斯拉的核能燃料，或许还能保留一丝你们卑贱的血脉。江晨，除了鲲鹏，我们还有可以对抗哥斯拉的巨兽吗？红莲哥斯拉的体型不如3大巨兽，更比不上鲲鹏，但它是真正的毁灭巨兽，战斗力可以在核弹的催化下无限增强。就算是鲲鹏，估计也对付不了它。对付这种只知道爆炸的蠢兽，何须鲲鹏？贪欲无尽，吞噬天地，上古4凶之首饕餮现世。这就是你的应对之策？一只还没哥斯拉鳞片大的小怪物，林动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哼，我受不了了！龙国人是不是审美和智力都有问题啊？刚才召唤的那条大肥鱼，好歹还称得上巨兽，现在召唤迷你宠物，只怕是给哥斯拉当开胃小点心吧？开胃小点心，我看连塞牙缝都塞不上。看来龙国真的完了。完了，这次真的完了。林动，你怎么把这种小东西也召唤出来了？
指挥官，请给我的神兽一点耐心，别忘了，当初华夏神龙召唤出来的时候也是小不点儿。确实是这样，但神龙可以靠着我们龙国人的信仰和信念成长进化。可这只小怪物又丑又凶，根本不是什么祥瑞神兽吧？不错，它不是祥瑞神兽，无法靠信仰和信念成长。既然这只小怪物没法靠龙国人的信念成长，那他肯定死定了。我都想不到，这又丑又凶的小东西怎么赢红莲哥斯拉？你们这些蛮夷的想象力这么贫瘠，当然想不到饕餮会怎么赢。接下来就瞧好了。行了，我没时间看你们龙国人耍猴戏了。龟田，让你的哥斯拉碾死这只虫子，然后踏平龙国。哥斯拉，踩碎它，让龙国人听听他们神兽被踩成肉泥的声音。不！哈哈。纳尼？这不可能！哥斯拉的皮肤连核弹都炸不穿，怎么可能被这小东西啃下来一块肉？现在由我正式介绍一下饕餮上古四凶之首，其特点嘛，就一个字：吃。它饭量惊人，无物不吞，金银铜铁，山川河岳，乃至日月星辰。像这种浑身是料的河南怪物，对饕餮来说不过是一顿烤肉自助罢了。放屁！哪怕这小东西能咬下哥斯拉一块肉，也最多只是牙尖嘴利罢了。吞噬哥斯拉，做梦！不管怎样，绝不能让这小东西成长起来。哥斯拉，干掉他！小心！红莲射线能蒸发万物，毁灭一切，它居然也能吞噬，而且体型还变得这么巨大，不能再让它吞噬下去了。哥斯拉，必须干掉它！哥斯拉，干掉它！龟田，
不能肉搏下去了。这饕餮越打越强，哥斯拉要被彻底吃掉了。让哥斯拉自爆！现在立刻把100个太阳的能量全部释放，毁了这里，毁了龙国！打不过就同归于尽！你们八国联军真是无耻至极！快疏散所有民众！自爆没那么容易。哥斯拉听令，催动红莲爆炸！饕餮，吞了它！哼，100个太阳的能量，就是上帝来了也吞不下。林动，你就和这饕餮巨兽以及龙国所有的垃圾一起毁灭吧！被吃了！赢了！我们赢了！连最强大的哥斯拉都输给了我们的饕餮，对面还有什么能压制住我们龙国的？神兽有我龙国，天不亡我华夏！通告全国，神兽擂台战最终局，龙国胜！不可能！我们八国联军怎么会输给一个连神话都断层的劣等文明？哥斯拉竟然被吃了！被吃了！卡特阁下，3场大战全输了，我们已经没有能胜过饕餮的神兽，是不是该撤退了？撤退？咱们还撤得了吗？神兽擂台战已毕，胜负已分。八国联军，你们还有何话可说？龙国确实赢了擂台战，按照约定，我们八国联军即刻退兵。这件事儿到此为止。哼，退兵，然后呢？你们兴师动众，侵我疆土，杀我同胞，毁我家园，一句退兵就想算了？那你想怎样？我们龙国人向来爱好和平，我不会杀你们的人，但是你们必须归还我们的国土，赔偿我们的损失，还有你们这些战争贩子都要以死谢罪，拿你们的命告慰我龙国牺牲的百姓将士。哼，让我们以死谢罪？你真以为赢了几场擂台就忘了自己是谁了？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擂台战的输赢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，真正的胜负从来只由绝对的力量决定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没有罪，凭什么要我们认？你们龙国有句古话叫成王败寇，现在还没到分胜负的时候。胜负已分，你再怎么狡辩，也改变不了事实。哼，谁说胜负已分？既然常规手段赢不了，那我们就用非常规手段。既然神兽打不过你们，那我就放出连我们都控制不了的怪物，大家一起下地狱吧！那是虫族女皇的封印核心，卡特，你疯了！10年前，你们召唤出了虫族女皇，结果虫潮爆发，让海岛国直接沦为废墟，造成了6000万人死亡的惨剧。你忘了吗？这怪物可是能毁灭整个地球的存在。我没疯，我只是比你们更清楚，要么赢，要么死。既然你们龙国人不识好歹，那就让虫族女皇把你们吞噬干净吧！卡特阁下，不要！虫族女皇一旦解封，我们也会被波及的。快住手！那是同归于尽啊！同归于尽？别慌，我们钢铁帝国的召唤师虽然控制不了它，但却可以再度封印它。只要还能封印这个怪物，那么咱们就是安全的。至于死多少龙国人，那我就无所谓了。原来如此，这都是卡特指挥官的计谋啊！不错，等虫族女皇杀光龙国人，我们再来重新封印它。不好！
死！这帮畜生竟然真的召唤出了虫族女皇！是虫族，快跑啊！不要慌，大家有序撤退。虫族女皇是我专门召唤过来清理这帮龙国垃圾的。龙国人，你们好好享受吧！卡特，你这个该死的畜生！原本还想给你们留条生路，现在是你们自己找死。今日我便让这些肮脏的虫子知道什么叫天威不可犯。加速撤离，准备好封印。等虫族女皇和龙国两败俱伤，就是我们重新封印这只怪物的时候。这么多可怕又强大的虫子，龙国人肯定挡不住。等龙国人死光了，这片富饶的土地，还有他们召唤神兽的秘密，就都是我们的了。所有将士听令，结阵防御，保护百姓后撤，召唤军师团，掩护射击。我们的神兽会为我们开辟生路，至死不退，守护国土。四灵圣尊，助我同胞！虫子太多了，杀不完啊！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赚了！兄弟们，跟我上！看，龙国人撑不住了！虫族女皇果然是无敌的！哈哈哈哈！投降吧！现在投降，你们至少还能活命。哼，林动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办法？你的四圣兽再强，能杀光1万万不断再生的虫子吗？四圣兽擅长守护，面对这种虫巢的规模也无计可施。我需要召唤更加强大的存在。对了，可以召唤妹妹，什么妖魔鬼怪在她面前都无所遁形，一棒子下去，所有邪恶都灰飞烟灭。卡特，你以为靠这些丑陋肮脏的虫子就能让我们屈服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虫族女皇不死不灭，虫海无穷无尽，你们龙国还有什么底牌？今日便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一物降一物。自古天地有灵时，昔日月精华，那天地灵秀，愿无双妖王恭请齐天大圣登场。
那是什么？又是一尊神兽石像，好强的威压！虫族女皇竟然怕了！虚张声势，不过是一尊石头猴子，没有生命波动，也没有能量反应。林动，你休想弄个雕像来吓唬人！同胞们，此非普通石像，此乃齐天大圣孙悟空。齐天大圣，没听说过呀。他自花果山水帘洞出世，率领群猴称王称圣。他渡海求师，习得72般变化，一个筋斗云便是108000里。他闯入东海龙宫，取得定海神针如意金箍棒。他大闹天宫，打得10万天兵天将丢盔卸甲，凌霄殿前竖起齐天大圣旗帜。他后来保唐僧西天取经，一路降妖除魔，火眼金睛识破一切邪祟，金箍棒下横扫万千妖魔，一拔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气，便能化身万千，每一个分身都有本尊战力的1/10。哼，胡说八道！编故事谁不会？一尊石像几句空话就想逆转战局，虫族女皇一定会踩碎那尊破石像，灭了你们最后的幻想。虫族女皇都发动总攻了，这石像还没动，一看就是在虚张声势。就算她动了又怎样？一尊石像而已，怎么可能有和虫族女皇抗衡的力量？这无穷无尽的虫族，谁都没办法消灭干净。齐天大圣为何还不现身？齐天大圣的实力太过惊人，需要时间恢复，目前恢复进度43%。看来得多争取些时间了。4大神兽，给我抵抗虫巢！全军死守石像，为这位齐天大圣护法！跟这些畜生拼了！启动四象归元阵。虫族女皇的酸液连星球地核都能腐蚀，四圣兽的防御根本撑不了多久。林动，你的石猴还没动静吗？看来只是个吓唬人的废物。龙国人快死光了，到时候虫族女皇力量也会消耗，正是我们重新封印的好时机。说不定还能抓到几只龙国神兽研究研究。石头猴子，林动叔叔说你是英雄，是打败很多很多坏蛋的大英雄，你快点醒来呀！帮帮我们打跑这些坏虫子，求求你了！
为齐天大圣争取时间！不准伤害大圣！给我住手！小鬼头，站到俺老孙身后去！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尔等妖魔鬼怪，安敢犯吾神州，伤吾子孙，吃俺老孙一棒！棒！不可能！石像真的活了！俺老孙最讨厌虫子了。变！孩儿们，给俺老孙清场！杀！逃！嘿嘿，来了就别想逃！啊！虫族女皇竟然被他定住了！长得真磕碜。罢了，就当是为民除害，拍死只臭虫。赢了！我们赢了！谢天谢地，谢大圣爷，谢我华夏列祖列宗！同胞们，浩劫已过，邪祟已除，此战龙国胜了！虫族女皇这等灭世级别的存在，竟然被一棒拍死了！怪物，那猴子是怪物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大圣，邪祟虽除，但祸首未成。这帮蛮夷联军侵我疆土，屠我同胞，更不惜释放虫族，欲毁灭世界，其心可诛，其罪当灭。俺老孙最恨的就是这等背信弃义、心肠歹毒之辈。既如此，尔等魑魅魍魉，是自己滚过来领死，还是让俺老孙亲自过去送你们一程？想让我们死，没那么容易。龙国人，林动，这是你们逼我的！所有国家听令，启动最终预案——诸神黄昏，把手底下所有神兽，不管有没有完成驯化，不管会不会反噬，全部召唤出来，打开所有封印，释放所有禁忌存在。卡特阁下，那些失控的怪物召出来，我们也会被波及的呀！是啊，有些邪神根本不受控制。那又如何？反正横竖都是死，不如拉着龙国一起陪葬。要死，就大家一起死！召唤！
他们真的疯了。垂死挣扎罢了。系统启动终极预案，是时候让山海经的煌煌万寿真正降临此世了。以武之名，以华夏之魂为引，启四海八荒之门，唤洪荒万兽之灵。山海经众神兽，听吾敕令：凡有犯我华夏者，虽远必诛，虽强必戮。魑魅魍魉也敢犯我龙国，神兽们给我上！孩儿们，随俺老孙上！此战，龙国守护了自身，亦挽救了世界。自今日起，以神兽之主林动为尊，以华夏万兽为护，重塑天地秩序。任何敢于挑衅文明、播撒毁灭者，无论来自何方，皆为我华夏万兽之敌，必遭天诛。神话时代未曾终结，文明火种永续传承。我将以神兽之力护佑善良，我将以华夏之魂引领未来。这个世界将迎来真正的和平与辉煌。战争结束了，这不是休战，不是和谈，这是胜利，是属于龙国、属于华夏文明的彻底胜利！抬起头来，林战神，我们愿意赔偿，愿意割地。我们钢铁帝国的国库，甚至我们的科技图纸，都可以献给龙国。只求您收了神通，别让那只猴子……不，大圣爷在看我了。赔偿是必须的，但龙国要的不仅仅是资源，我要的是秩序。从今天起，蓝星之上，神兽召唤不再是侵略的工具，各国必须销毁所有针对龙国的召唤阵法，所有 S 级以上的召唤兽必须在龙国山海司进行登记备案，不服者就
就和我华夏的神兽说去吧。服，我们服，绝对服从。这股令人作呕的气息是哪路毛神？愚蠢的凡人，谁允许你们私自结束这场试炼？试炼？你说这场死了无数人的战争只是一场试炼？八国联军不过是5等神界随手布下的棋子，用来收割信仰之力与文明气运的农夫罢了。原本的剧本应当是八国瓜分龙国，我杀戮与恐惧，为5等神界输送最纯粹的负面能量。但你一个卑微的变数，竟然召唤出了不在神界管辖范围内的异端神兽，打乱了5等的收割计划。神界收割？原来这100年来蓝星的灾难都是你们在背后操作。蝼蚁的粪毫无意义。既然棋子已经废了，那便由棋手亲自来清场吧。传神王法旨，龙国文明判定为不可控异端，即刻起启动大清洗程序。第1波清洗，天罚圣光审判。是神，我们背后的真神显灵了！哈哈哈！灵动，你激怒了真神，你们完了！我们只要跪下祈祷就能活命。去你妈的真神！想灭我龙国，问过我身后的万兽没有？所有山海神兽听令，不管他是神是鬼，敢动我华夏子民，给我杀回去！系统，这所谓的神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检测到高维文明进入对方自称神界，实则为早已飞升至高维空间的西方神话源头文明。当前宿主召唤的山海神兽受限于蓝星的位面规则，无法发挥全部实力，且受到神权压制。若要对抗真神宿主，必须打破位面枷锁，进行更高阶的召唤，神之召唤。打破枷锁？好，既然神兽还不够，那我就请出华夏的神。吾乃神界巡查使拉斐尔，卑微的异端生物竟敢阻挡圣光净化，这是对神权的亵渎！我呸！你这鸟人，长得几对鸡翅膀，就在这里装大蒜！俺老孙大闹天宫的时候，你还在蛋里没孵出来呢！一只被低等位面规则束缚的猴子，你的力量在神界面前脆弱如纸。大圣，啊，有点力气，再来！连齐天大圣都被压制了，这还怎么打？对方仅仅是一个投影啊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规则，现在赐予你们终结。规则？你们西方神界制定规则，压制我华夏神兽，那我就改写规则。系统开启封神榜序列，检索华夏阵痛神器。我要找一位专治各种不服，能把这天都捅个窟窿的神。丁，收到宿主强烈意志，封神榜序列开启，检索中，检测到当前战场需求，极致的破坏力，蔑视一切旧规则的霸气，以及护短的性格，以锁定目标。召唤条件：消耗宿主50年寿元，是否确认？哪怕燃尽生命，只要能护我华夏，换！神界鸟人，你说法则是吧？你说天威是吧？今日我便请出一位祖宗，让他来教教你什么叫真正的无法无天。哪吒三太子，给我出来！就是你在龙国地下撒野，别在东海洗澡都嫌水烫。你是鸟人，也敢在这里放光？又一个异端神灵，身上没有神格波动，低等生物，圣光审判！审判小爷，你孙老几？去！就这点本事也配叫神？风火轮给小爷烧了他的忙！在华夏
这种带翅膀，我们一般叫烧烤食材。吾乃神王座下天使，拥有神格庇护。你的火焰为何能伤我？你的规则为何凌驾于神界之上？哼，规则？小爷剔骨还父、割肉还母的时候，连命都不要了，还在乎你那破规则？再说了，这里是华夏，是龙国，这里的规则归我们管。竟敢弑杀神使！原本只想抹去文明，现在看来，这个星球存在的必要。令奥林匹斯神系、北欧神系、阿斯加德大军全军出击，发动诸神黄昏。这是全球神话的总攻吗？我们要对抗的是整个西方的神界。这就是神界的底蕴吗？三太子，能顶得住吗？若是单挑，小爷谁也不怕，但这数量，哼，蚂蚁多了也能咬死象。而且那个独眼老头和那个玩电的实力不弱，恐怕是这方世界的主宰级。喂，小子，光靠小爷一个，恐怕 hold 不住这么大场子。你还有没有别的招？要是不行，小爷只能带着你和这只猴子跑路了。跑，龙国人死也不跑。既然他们玩人海战术，既然他们叫来了所有的亲戚朋友，那我也不能藏着掖着了。系统，我知道还有一个隐藏的召唤模式，之前因为权限不够无法开启，但现在我已经斩杀了神使，获取了神格碎片。我要开启千古人杰英灵殿，神明不仁，以万物为出口。那我就请出我华夏历代弑神者与守护者。1. 条件达成，神格碎片已吸收，华夏英灵殿全线解锁。检测到敌方阵营，西方诸神正在匹配华夏方阵营。西方有诸神，我华夏有祖宗，以我之血唤醒沉睡在历史长河中的阴魂，以为射落9日，令天地动容的大义归位。天上怎么又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发光？看着心烦。还没完！面对海神波塞冬，好，那就请天海之精卫，治水之大禹；面对战神阿瑞斯，好，那就请冰主蚩尤，杀神白起，诸神黄昏。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诸神的葬礼。卑微的凡人，感受海洋的愤怒吧！水利万物而不争，但在你手中却成了杀戮的工具。今日，吾便再治一次这泛滥之水。这是什么法则？为何能剥夺我对海洋的控制权？
这叫人定胜天。战神，你也配言战？坑杀！结束了，一听万钧。雷，玩雷？那就请出我华夏的宾主，战神之祖蚩尤，出来打架了！皇帝老儿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这长胡子的老外，算个屁！吃我一斧！不对劲，这些英灵的力量太强了，而且所有英灵的维系都靠那个叫林动的小子。他的生命力在燃烧，他撑不了太久。洛基，去偷袭那个召唤师。去死吧，救世主！结束了。谁？后生做得不错，对付这些蛮夷，何须燃尽数元？朕在，华夏便在。您是皇陛下。朕统六国，殿下归集，筑长城，以振九州龙脉，为我大秦，护我社稷。朕曾言，朕在，等守土开疆，扫平四夷。朕王必将生化龙魂，有我华夏永世不衰。尔等蛮夷邪神，趁朕沉睡，弃我子孙，乱我河山。今日朕要再次灭国绝神。十二精人何在？令马勇军团复苏。风，大风！这就是东方的皇帝，这种威压居然盖过了神王！撤，快撤！这片土地有古怪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当朕的江山是你们的后花园吗？长城，封建。这就是千古一帝的霸气，不是抵抗，不是防守，而是一个都不留。后生给你系统一用，朕要向这所谓的神界宣战。凡人皇帝为何能拥有弑神的力量？我是众神之王，我不死不灭。众神之王，在朕的国土上只有朕这一个王。至于神，朕杀的就是神。在华夏，皇权天授，不是皇权天授。若天不公，皇以罚天。斩！
这群东方人都是疯子！我不玩了，放我回去！哼，这时候想走，晚了。大圣，哪吒，拦住他！老官休走，吃俺老孙一棒！乾坤圈，跑他妈腿！后生，这香山朕看过了，比大清广阔，比大清繁华，百姓安居，人人如龙，朕放心了。恭送始皇陛下！恭送始皇陛下！警告！警告！西方神界的毁灭引来了星空深渊的注视，那是吞噬了无数文明的文明收割者本尊。神兽召唤系统即将过载，无法解析目标等级，等级判定不可战胜，不可战胜。还没完吗？打了小的，来了老的；打了老的，来了祖宗。现在，连这宇宙背后的黑手都要出来了吗？哼，不可战胜！我不信。既然地球的战力不够了，既然神话的战力也不够了，那就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吧！已经不是神话战争了，这是纬度打击，对方是想直接捏碎地球，重启这个培养皿。全球核弹都已经发射了，连个皮都没蹭破。林东，我们尽力了。尽力？不，我华夏文明从不讲尽力，只讲拼命。我们还有一个传说，一个一切的起源，一个为了开辟新世界不惜神化万物的传说。系统，献祭我所有的召唤点数，献祭我所有的神兽羁绊，献祭我的生命。我要兑换开天辟地盘古真身体验卡，哪怕只有1秒。若是能换来这万世太平，值了。给我开！这个低等位面居然有这种级别的本源印记。盘古！林动！3年了，林动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世界如你所愿，我们不再受人欺凌，我们甚至开始探索太阳系外的文明。深海神兽们都很好。孙大圣回花果山教猴子们练武去了，哪吒在东海建了个水上乐园，饕餮在帮我们处理核废料和垃圾，现在是个环保大使。首领，今天是林动的忌日，大家都来了。俺老孙感觉到了，是那小子的气息，他没死，他在那个混沌里重聚了。哟，大家都在呢。这一觉睡得有点久了，饿死我了。哎，有吃的吗？饕餮那家伙没把饭都吃光吧？宿主大大，欢迎回来。不过新的任务已经刷新了。你是系统？你也变人了？等等，什么新任务啊？我都拯救世界了，还要加班？
那个被盘古大神劈了一斧子的神界，虽然暂时不敢来了，但宇宙那么大，还有很多被他们奴役的文明在等待解放呢。而且盘古大神留下的开篇意志似乎选中了你，想让你去看看更高维度的风景。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哦。行吧，既然这蓝星已经无敌了，那就去天外看看，带着我华夏的山海神兽去给全宇宙立规矩。